我是一個機車主，我每天都要騎摩托車。我騎摩托車剛剛講的，我一定會吸到很多的廢氣。那我該怎麼辦呢？我有辦法吃什麼樣的食物，或者做什麼樣的運動，或者我要做什麼樣的方式，我可以把我不得不吸入的這些苯給排除出去嗎？不能啊，這個，因為大家都知道說我們想養生嘛哈，就是飲食嘛。每個人講的養生就是什麼少油少鹽啊，什麼之類的哦，這個沒有對症下藥了。我們來看一下說，我們現在就白血病而言，對，我們要怎麼吃哈？啊，白血病呢，我们剛剛發生說，那個血癌的癌細胞它有個前身嘛，那個前身呢，哦，它會變成癌細胞，它變成癌細胞是什麼機制讓它變過去？對，我們要了解。啊，什麼機制呢？是發炎反應會讓它變過去。發炎，對，我們在人體在發炎的時候呢，正常的幹細胞會死掉，但是它這個是已經那過渡時期的，它反而長得更快。对，發炎。哦，所以發炎，我們要讓自己那個體內不要發炎。好，可是它發炎怎麼來的？对，它那個就是過渡時期的那種癌細胞呢，它本身就能夠釋放那個發炎的那個因子叫做 IL6，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IL6 哦？那個 IL6呢，它本身就會造成發炎，發炎又會讓這個細胞呢長得更快，它自己釋放東西，刺激自己長更快，所以它自己會有一個內循環，對循環啊，所以說我們要說，那我們什麼樣飲食能夠去綜合，能夠降低那個 IL6嘛？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抗發炎飲食，抗發炎飲食。那什麼是抗發炎飲食？我們大家搞不清楚飲食很多了，因為我最近寫了一本書，叫做《精準飲食》，下禮拜有出版。哦，好，你一定要再跟大家透露一下怎麼樣減少發炎？我們減少發炎的飲食我們裡面有幾個因素了哈。第一個因素呢，它就是我們講說魚油 Omega-3， 魚油Omega-3我們記得。那個，我們講的那個抗發炎是 Omega-3 的魚油哈，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呢就是說，我們講的，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嘛，比如說，橄欖油這個是一個哈，另外一個油很重要，油重要，因為你相反的，你是 Omega-6、Omega-6 的那個油，它就會促進發炎。Omega-6 的油什麼油呢？我們現在你家裡也有，你家廚房都有。我們一般人所謂的植物油，其實來自於種子。你說大豆油這些，葵花籽油也算嗎？沒錯，種子油含的 Omega， 它是 Omega-6 的主要來源。種子油。對，我們剛才說，可是我們現在的油基本上都是種子油啊。對啊，因為種子油便宜啊，所以我們吃那個油就會一直在讓自己的身體發炎。是沒錯，那個我們講說。橄欖油或者酪梨油，它是果實油，它不是種子。對，它是果肉榨的油。其他你剛剛講的油，那是從種子榨的油。对，這種子榨的油，它是 Omega-6 比較多了。好，那你剛剛提到說，我現在要抗發炎，對，第一個是我要吃魚油，第二個是橄欖油，對，還有什麼呢？對，那個我們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經常把說什麼抗氧化劑跟這混在一起。抗氧化劑的飲食是含有很多抗氧化劑的東西嘛，跟我們今天講這個疾病的是沒有幫助的，是沒有幫助的，沒有幫助啊。那沒有幫助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講說，今天你得了癌症，你癌細胞要死掉所以我們醫院裡面的那個怎麼樣讓癌細胞死掉？我們最簡單方法就是用化療嘛，化療就是產生很厲害的氧化反應。氧化，那個產生自由基，讓癌細胞死掉嘛。如果這時候你吃抗氧化劑，對，那你是跟它作對啊，你是在減少藥效啊。對，所以我們想說，你如果做化療的話，那可不可以吃維他命 C？ 可不可以吃維他命 C？ 維他命 C 它是抗氧化劑嘛。對，所以是不要吃維他命 C。你說做化療不要吃維他命 C？ 不要，這當下不要吃。但是呢。維他命 C 在高劑量之下的時候呢，高劑量非常高劑量是注射的那種劑量，對，它是变成氧化劑，那原因是這樣子，高劑量的時候呢，它会把鐵離子氧化成亞鐵離子，對，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所謂的
Fenton reaction 啊，芬顿反應就會產生過氧化氫，就會產生氧式有機。所以在高劑量的維他命 C 哦，它是氧化作用。對。哦，那所以說，2024年愛荷华大學的那個醫學院呢，他們有做一個研究，就是說那個胰臟癌，就是說癌王嘛，癌王末期第4期已經轉移出去，叫末期的這種癌症病人。他們研究說，這個是他們31個癌症病人給他化療，另外再找31個呢，化療加上注射高劑量的維他命 C， 結果呢，沒有維他命 C 的，就化療那一組呢，那個存活中位數是8個月，因為末期嘛，很快死掉了嘛但是另外一組有加維他命 C 呢，它存活18個月，那多了1倍多，沒錯啊，所以說。它這化療本身是氧化劑嘛，對，高劑量維他命 C 也是氧化劑嘛，所以殺癌細胞效果更好。不，這一次我如果談到這邊的話，那我比較好奇那你家裡會用種子油嗎？我不會，你不用種子油？我不用種子油啊，不，其實我們想想看種子它種子之於植物，就好像什麼之於動物，胚胎嘛，對不對？它是植物的胚胎，它是用來傳宗接代的嘛。對。你幹嘛吃它嘛？對不對？你吃它，它一定會反抗嘛。所以種子裡面基本上有很多毒素。這樣嗎？對啊。可以不是講說維他命 E 就是從那個什麼胚胎裡面來取得嗎？對，是沒錯啦。就是說他要照顧自己的子孫嘛，他當然有好東西嘛。對不對？那他要防止別人亂吃我嘛，對不對？他一定有毒素嘛。對。所以說你看。蘋果籽可不可以吃？不能吃啊！對，很多種子不能吃，很多不能吃嘛，它有毒素嘛。所以你是不吃種子油的？不吃种子油，所以你只吃橄欖油。橄酪油，還有酪梨油、橄欖油、酪梨油，另外一個就是飽和脂肪，豬油。豬油都比種子油好對，當然，我寧可吃豬油，可是豬油不會造成心肌梗塞或是那些。不，那個是錯誤的，那錯誤的，豬油不會對，你看看。最新版的飲食指南，美國飲食指南最新版嘛，對不對？它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有牛排嘛，它有奶油嘛，對，它叫你喝全脂奶嘛，那個動物的油啊，都是飽和脂肪啊，所以那個反而比較安全，相對那個反而安全。對。可剛剛談到魚油會，我也有另外一個困擾是，我們知道有一個人他突然做了一個魚油的品牌，他為什麼做那個魚油品牌？是說原來市面上的魚油品那個比例都不高。我如果要吃魚油，好，我真的覺得認真，我覺得好，魚油是一個好東西。那我要吃從原型食物，我要去真的去。有人講說我要吃青魚啊，吃秋刀魚啊，那種所謂的歐米伽3魚油多的，還是我可以去買這個所謂的魚油膠囊？那我如果要買魚油膠囊的話，它的比例夠高嗎？它吃起來會有效果嗎？第一，我們要挑的魚就是要挑肥一點的魚，肥一點魚。可是你又不能挑大魚，你要挑小魚，因為大魚。那個它的那個生命太長了。你說那重金屬就有重金屬。小的魚它來不及吃這麼重金屬，對，但很肥的魚。所以講說青魚就非常好。對，那很好。第二，這個魚呢要野生的，不能夠養的。像鮭魚很多是養的。對，鮭魚基本上是養。那養鮭魚的人，他給鮭魚吃什麼？他給他吃都是玉米飼料嘛，對不對？那個玉米飼料是 Omega-6 嘛，不是 Omega-3 嘛？玉米飼料是 Omega-6我們講說魚油裡面有 Omega-3，魚它自己會不會制造 Omega-3？它不會制造 Omega-3啊，它是吃藻類嘛。吃藻類的。所以那個 Omega-3是在藻裡面嘛，在藻類裡面，它吃的藻，所以野生的它才有 Omega-3，才有 Omega-3嘛。所以說你要吃魚的時候，你要這樣，你要以這個原則去挑這個魚。對。那你說養殖的 Omega-3會比較少。對，因為它養殖那個養的地方，它藻類就很少嘛，所以這個怎麼養啊？因為那個魚會越養越瘦啊，它一定要餵食人工飼料嘛。對，人工飼料它裡面沒有 Omega-3，所以說挑魚的時候你要這樣挑，所以要中型的魚，要野生的魚。對，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可是我吃素啊，吃素當然不是我啦，我說有人說我吃素怎麼吃魚油？對，那你只好剛剛講。去買那個保健食品魚油那個，就是那這個時候就想說，我怎麼吃？你要看那個包裝盒上面寫的，一個是 DHA，一個是 EPA，這兩個DHA 跟 EPA 含量分別含量多少？有些是一個多一個少，
有個是另外一個多，另外一個少，但是他都講說，哎，我都有 Omega 3。對啊，你這兩個要平衡，因為 EPA 跟 DHA 的功能不一樣啊。那個 DHA 是我們神經結構需要的，那 EPA 是我們神經傳導需要的，所以這兩個我們都需要。所以两个量都要高，量都高。那量要高到什麼程度嘞？沒有，就是基本上是這樣子啊。因為說這你不用擔心會過量了，你能夠買越高越好。魚油沒有過量，沒有過量，因為那很貴了。所以你就相對來比的話，比例高的那個就是你要選擇的。對，你買到說一樣價錢可以買到單位高的，你 CP 值好嘛？是。不過這一次我們上次在談失智的時候，其實你有講了一個等於說，原來人的發炎的問題這麼嚴重。比如說我們常常講，上次你會失智，跟你的全身慢性發炎是有關係的。你剛剛講的血癌也跟你的這個所謂的發炎有關，甚至很多癌症都有關。那我現在這個慢性發炎的這個東西，除了剛剛講飲食，我要吃魚油，我今天要吃這個好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包括我連吃豬油可能都比較好。那我該這個慢性發炎的部分，我要怎麼來看待的呢？慢性發炎這個它是問題真的很大，問題很大哈。那我們除了這個飲食以外呢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可以改善的，就是改善我們的那個粒線體，更加健康一點那個因此就跟我們多運動啦那個保持平靜的心態啊睡眠充足啊，真的這些都是可以減少發炎。現在很多人講睡眠真的非常的重要，睡眠非常重要。就睡眠如果不足，他剛剛講跟你的失智、跟你的那個所謂的慢性發炎都有關係。對，沒錯，睡眠非常重要。對，你一定要睡夠了。可是睡夠現在有個問題是這樣，有的晚上比如說我會上車會起來這樣子，那我的睡眠是一口氣就要睡8個小時，還是說我可以分段？也就是說，我今天可以白天晚上我各睡一點，然後把它綜合起來加起來有8個小時就可以了。可以，我們可以綜合起來。其實睡眠的目的呢就是你要達到深層睡眠。深層睡眠的時候呢，才會讓我們腦內的淋巴系統活躍起來，因為在深層睡眠的時候呢，腦細胞它會縮小60%，所以說細胞空隙就變大了，對，所以說那個腦脊髓液沖刷就可以把一些發炎物質都沖刷得掉，所以那個部分是蠻重要的。所以我如果白天可以熟睡的話，也可以進到深層睡眠。對，是的。好，那另外一個是，不管是沈玉琳或者是包括這個傅子純，他們都提到了牙齒的問題。那我們上次也談到失智，我發現它其實都有一些共通性。你的慢性發炎，還有你要注意你的牙齒。你上次也特別提到說，很多腦的這個病變或者是很多失智的問題，也跟你的牙齒不好是有關係的。對，牙齒這個是非常重要。可是我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我們的醫學教育裡面呢我們說醫學系跟牙醫學系和醫學院或牙醫學院就是說彼此之間學的東西很少。醫學系學到牙醫的好像大概做1堂課而已，那牙醫學系學醫學的也學很少。那因此呢，這部分呢，就是說剛剛講跨領域的問題，就是沒有人可以好好的通盤解決了。我覺得這蠻可惜的。所以你剛才就提到說，因為他去看牙齒，如果發現說他的牙齒已經是等於說流血非常嚴重，實際上那時候的牙醫就應該要幫他轉診了。對，我們想說，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那個它裡面有一種，它裡面有個亞型，那個亞型的那個白血球細胞呢它有個特性它們在正常情況下就是到各個組織地方去對抗我們發炎反應的，那它變成癌細胞以後呢，它這個特性它還保留的。好，那現在就是說我們全身在正常健康人在我們什麼部位都會有輕微的發炎，所以牙齒嘛，牙齦嘛你就找一個那個牙齦是完全健康沒有發炎的很少嘛，對不對？多少都會嘛。好，那因此那個發炎狀況時候呢，牙齦那邊的血管的管壁就有一些那個分子那個就是標記，它會長出來。對，那因此呢，那個白血球通過的時候呢，沾到它就會停下來，然後就會進到牙齦組織去了。那正常是這樣子。那剛剛講到說某一個亞型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那個你如果教科書上叫做 M4、M5 那一型的，它通過的時候呢，它這個粘連性呢，它還在嘛，它就粘到了，它就進去了，進去了，它其實是癌細胞啊。所以然後你大家進去，然後就鼓起來了，
所以牙齦會腫的。對，這種腫跟我們一般講的細菌感染那個腫是不一樣的嘛。您看得出來嗎？我們看不出來，牙醫師也看得出來。所以那個看到那個東西，就應該知道狀況不太對。對，狀況不對。所以那個就是一個徵兆了。對，好，那另外就是您特別提到，就是說基因的這個檢測，剛剛講的，在這個不管是剛剛講的這些發展非常快速的部分，它在基因檢測上面，我都可以去很快的或者很精準的把它給找出來嘛。是的，那個我們現在這個基因檢驗呢，這非常發達哈。基本上基因檢驗，我們現在講的基因檢驗一個名詞很籠統哦，它其實包括很多種哦。這個現在很糟糕，就是我們沒辦法望文生義了哈。哦，我們現在講基因檢驗哈，比如說我們剛剛講說，你如果是要找到那個白血病的前身哦，你可以做一個我們叫做液態切片啊。那我們如果是要對症下藥啊，因為有什麼突變對應到什麼標靶藥物啊等等之類的啊，我們做的時候呢，我們現在這個健保是有給付的啊，就是 NGS， 就是次世代定序啊，它是找到什麼突變對應什麼藥，找到什麼突變对應什麼藥，這個東西改變了我們現在那個急性白血病治療的效果，讓以前呢所謂很難纏的啊，現在變成說它的它的有效性的可以增加了2到3倍，对，所以说它效果是蠻好的，那另外一個就是說這個基因檢驗呢，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這追蹤，我們現在是說，我們現在說白血病好了啊，白血病那個我們在治療完畢了，到底效果好不好？我們抽過血啊，或抽骨髓啦，血紋下面看看有沒有看到那個癌細胞嘛，對不對？你說看不到，我們叫做完全緩解嘛。對不對？就好像是好的嘛。可是問題是說，你那個抹片裡面，有很多細胞嘛。那個癌細胞只有100個到100個以下，你就會找不到嘛，對不對？對，那你找不到，你就會誤判它是叫做完全緩解嘛。對。但是呢，我們如果透過基因檢驗 NGS 的時候呢，我們可以說10萬到100萬分之一個癌細胞，我們都可以檢驗到出來。那因此可以量化。是，那因此這個東西呢，我們就可以用來監控這個疾病的發展。對，所以這個是科技是進步很厲害。所以為什麼這一次你剛剛特別提到說，其實你現在看到傅子垂，或者你今天看到沈玉琳，其實他們某個程度來講，他們都已經拖延了一段時間了。對，有時候當你開始疲倦了，當你開始牙已經腫起來了，開始流血的時候，他們如果那個時候馬上去就醫，其實都是來得及的。對，剛剛講，也就是說，在你的我們一樣，白血病或者是血癌的東西，也是跟時間在搶。跟這個時間在競賽。那剛剛講，我如果有第一個，我可以透過基因檢測；第二個是現在的標靶藥，好像對現在很多的血癌也有非常這個所謂的非常好的療效。所以如果說也不用那麼恐懼，就是說你只要早點發現，經過正確的治療，其實血癌是這個完全可以控制的。對，其實現在血癌的那個控制率非常非常高了，控制率很高，很高的。我們現在我們現在用藥用那個我們所謂的組合式的那個治療。第一層嘛，就是說標靶藥物啦、化療啦等等之類的嘛，那這個治療可以讓很多很難纏的疾病這種血癌呢，它可以得到緩解。那個如果說不行的時候，下一步我們可以用 CAR-T 嘛，就是這個讓很多的我們以前認為末期的沒效的，它可以得到解救。對，然後呢，我們這樣子治療完畢以後呢，第3線。我們可以用骨髓移植嘛，所以都現在進行骨髓移植的，經過前面的治療都差不多了，所以說這種組合療法呢，現在其實效果蠻好的，所以說我們以前聽到血癌我以前學生的時候了哈，對，我以前住院醫師的时候聽到血癌都覺得很頭痛，現在覺得血癌藥這麼多，對，藥真的很多對，是可以處理的，對，可是血癌有個讓人家覺得恐怖是，我們知道說我們一般癌症都有分1、2、3、4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可是血癌好像沒有辦法分1、2、3、4期，然後好像感覺到說，你一到了有血癌，你好像就是已經到了末期了。對，這個寶傑，你這個問得很好哈，很多人有這個問題了哈。我們為什麼會把癌症分成0期、1期、2期、3期、4期？概念是這樣子，我們不管身體什麼地方的一個實體的癌症，肺癌、大腸癌、肝癌，我可以看到一個固體的實體的我們做0期，原位癌要0期嘛，那個就是1期就是還沒擴張出去的嘛，
2期就是擴張出去，但是還沒有擴張到局部淋巴結嘛。3期就擴張出去到淋巴結嘛。4期就是全身擴張嘛。好，那因此呢，第4期指的就是全身擴張。好，我們現在血癌，它從第一顆開始，它就是全身，不是嗎？對，所以就沒有前面的1、2、3期嘛。對，它所以恐懼在這裡。所以說我們分的時候呢，我們就不是用級別來分，級別來分對於實體癌症它是可以量化的是可以分類的。可是对血癌而言，我們就不是這樣分。对我們分就是我們是按照基因型來分分成低危險、中危險、高危低危、中危、高危這樣分。那個这種是按照現在已經改變了，都完全是用按照基因突變啊等等這些資料來分。好，那這一次我們這樣整個談下來，就是其實回過頭來還是要去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剛才講的，你一定要讓你的身體的慢性發炎，你要睡得好，你的情緒要穩定。還有一個講說，現在的壓力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因素嘛？對，那個壓力確實是非常可怕但是我們要釐清那個觀念，壓力不會讓一個正常細胞變成癌細胞，不會，但是呢，它會讓你有的癌症惡化。因此呢，你已經罹癌的人要想辦法要減輕壓力，當然會很難啦，很難但是是有方法，有方法但是方法可能今天可能沒有時間講你有已經罹癌的人，你要減輕壓力但是就正常人而言，你是可以應付壓力的，那個壓力本身不會讓你沒有癌症變成癌症不會讓0到1，對，不會0到1，但會讓1到100。對，沒錯那我怎麼辦呢？我怎麼去處理嘞？你說那個怎麼應付壓力？對啊。我們先講說壓力為什麼會讓那個癌症惡化是因為說我們身上有對抗癌細胞的一個細胞叫做 NK 細胞，自然殺手細胞，它裡面含有幾種那個酵素那種酶它釋放出來的時候呢，可以把癌細胞溶解掉，把那個細胞膜打洞死掉我們在我們壓力高的情況之下，腎上腺素分泌。然後cortisol 那個這種分泌的時候呢，會讓這個 NK 細胞它那個含有的武器呢變少，所以它變成就是說警察在，可是他已經沒有槍，他只有刀子而已了，是的，他武力減輕了所以說這個時候呢，那個就是癌細胞它會逍遙，對那然後呢，你你在那個壓力荷爾蒙釋放的情況之下，你那個腫瘤旁邊的血管會收縮所以說那個我們的免疫細胞要進去就困難，所以壓力會這樣子，會困難，所以說壓力會讓癌症惡化，那我們怎麼樣讓這個壓力可以減輕？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課題了我現在正在寫一個文章了怎麼樣讓它解決這個問題那基本上一個方法就是冥想，冥想也有用，冥想是。冥想是一個方法，只是很多人這個冥想方法錯誤，這樣子是吧？好，我們哪一天好好談一談冥想這個題目。那另外最後就是血癌這個東西，你特別提到有家族史，我們知道很多癌症都是跟你的基因、跟你的家族史有關。那血癌也是這樣嗎？就是說，他如果有家族史的話，等於說你的親戚有家族史，或者父母有家族史，你要特別注意嗎？我們有時候如果是有家族史的話那個大概急性血癌了如果是有家族史的話，那麼你得到血癌的機會會比別人高2到3倍了，2到3倍那这不是最高的啦那個最高的是黑色素瘤啦。黑色素瘤，你如果說家人有得过黑色素瘤，那你得黑色素瘤的機會是更高這個是目前那個統計數據裡面最高的是這一個了但是呢家族就是說就是說你們家族有一些情況，有一些病譬如說我們對于說唐氏症唐宝宝唐氏症那個唐氏症的人，他得到血癌的機會會比較高有一種貧血叫做范可尼貧血有這種貧血的人，他得到血癌的機會也會比較高這些都是說他這些是一個單獨的疾病，不是癌症。但是這種疾病的人，他得到血癌的機會會比較高了，所以說這基本上就是保持那個警覺性的。你如果擔心血癌，你要警覺性要高。对，好，那我們在節目裡面討論很多遍是
過去我們聞癌色變都覺得，你只要得了癌症，那你就可能是絕症，你就根本就沒有辦法去，你就只能等待最後的結果。可是現在剛剛講到，就算是血癌，你如果可以早期發現，你如果警覺性高，當你開始疲累了，開始你有不明的淤血，開始你的牙齦開始腫起來，牙齦開始流血，你有警覺，趕快去做檢測，趕快去做治療。剛剛講血癌在越早期發現的時候，它的治癒的幾率越高。這就是我們不斷的要提醒，是你對自己的身體一定要提高警覺，因為現在癌症已經不是絕症了，癌症只要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你都可以平安的生活下去。非常謝謝鄭醫師今天又告訴我們這麼多的故事，謝謝，謝謝各位寶潔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们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潔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来。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潔，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潔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